这个要债的男人拿起汽油就往嘴里灌，喝完还不满意，凶狠地抓起欠债人一起尝尝汽油的味道。男人这才赶紧想起来自己还有一点私房钱，老韩收走钱还不忘给他留下孩子的学费，然后走出门，在门外大吐特吐。虽然身上有几分脾气，做事却留有余地，这让他成为高利贷集团里地位仅次于老大的韩部长。这天，他再次接到任务，一个欠债的男人住进医院昏迷不醒，为了不让这笔债成为死账，他们必须把这笔账转移到他的女儿小婷身上。老韩带着小弟来到医院，看到小婷的第一眼，他就愣住了。这个女人简直和自己的理想型一模一样，只是他也不会对这个初见的女人怜香惜玉。他把协议扔在病人身上，小婷却直接告诉他们这是违法的。老韩怎么会怕违法这种话？说着指挥小弟拔掉病人的氧气。小婷想拦，却拦不住两个力大无穷的男人。无助的少女失魂落魄的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，每个月49%的利息，是他一辈子也还不上的巨款。他们虚情假意的留下一个果篮，老韩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本以为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见面，可第二天老韩就在大街上再次见到小婷，偷偷跟在他身后，这才知道他为了给父亲治病，不但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，还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小红车。父亲的欠款却让他本就不富裕的存款更加雪上加霜。老韩在小婷的车边待了很久，想做点什么帮帮这个可怜的女孩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进入正题，就因为嘴笨把小婷气走了。他到医院翻看小婷成山的账单，信用卡透支，住院费拖欠，这样下去别说还钱，就连维持生活都困难。老韩找到老板，申请小婷这单由自己负责。老板也看出他的心思，抹掉了小婷的利息，只把本金还了就行。老韩去银行和正在工作的小婷搭讪，直接被对方举报进了警局。警察知道老韩本性不坏，不痛不痒，申斥两句也就过去了。可小婷却以为老韩的势力已经深入警局，深以为惧。晚上，他来到医院陪伴父亲，老韩再次准时出现，给他送来夜宵，还带来一张画着幼稚图案的新协议。这是他想破脑袋想出来的新办法，只要小婷每天陪自己1小时，自己就在上面涂掉一格，等全部涂完，他的债务也一笔勾销。小婷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第二天，他就想通了，在即将被停药的父亲和债务压力下，即使是卖身，他也不得不同意。他按下手印，就这样1个小时的时间，吃饭、走路、说话。小婷问老韩是不是喜欢自己，老韩的回答是落荒而逃。第一次约会后，他开始注重仪容仪表，精心穿搭，整理发型，给小婷点爱吃的炸鸡。他在格子里涂上红色，等全部涂完，这将会是一幅最美丽的彩虹。虽说是吃饭，小婷只是坐在一边，从来不动筷子。直到他意外看到那个满脸凶相的老韩，竟然在给自己的父亲擦洗身体、清理排泄物。一瞬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触动到小婷的内心。这天起，他不再拒绝老韩替他夹的菜。面对来办理业务的老韩，他第一次变得轻声细语，也不再排斥两人的接触。他们的相处也越来越和谐。可老韩毕竟是高利贷的暴力催收，他毫不留情的样子让小婷想起他拔父亲氧气时恶狠狠的样子。看着仍旧在自己面前装模作样的老韩，小婷质问老韩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。我爱你呢。小婷仍旧觉得他在耍自己，并不理会他的真情告白，告诉他自己会还钱的，不希望再和老韩见面。老韩气得发疯，对所有人发脾气。他再次找到小婷，我不爱你，我只是想跟你讲，我那些讲都不算，我没有爱你。却在同事这里意外得知小婷父亲的死讯。只是这场丧事实在冷清，竟然只有老韩一个人来祭拜。于是他给市场里的人打电话，只说是自己家的一位老人去世，他让小婷父亲在世间留下最后一丝尊严。看着他的背影，小婷觉得这个男人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不堪。吃过饭，他第一次和老韩提出谈谈。在楼顶，小婷问老韩是不是喜欢自己，闭上眼任由他吻上自己。两人就这样确定关系，顺理成章地住在一起。他们一起规划未来。小婷说想开一家炸鸡店，希望老韩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他们就结婚，生一个漂亮的小孩。为了早一天给小婷安稳的生活，他开始更暴力的催收，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。就在一次催收中，他忽然浑身抽搐，倒在地上。医生告诉老韩，他得了脑瘤。听着医生口中近乎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用，老韩彻底放弃了。他陪小婷到处看房子，可他们的钱只能盘下最偏僻的小店。老韩想用
最后的时间帮小婷凑足开店的钱，于是带着自己攒下的3000万参加了老板组织的赌局。只要上午赚一笔，下午他就能和小婷盘下地理位置最好的店铺。不料赌局进行到一半，一群蒙面人闯进来，一通乱抢。老韩努力想抢回自己的钱，却寡不敌众，被打倒在地。他意外掀开一个劫匪的面罩，这人熟悉的面孔正是他手下的小弟。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吞掉老韩存款而布的局。他和曾经的兄弟打得头破血流，却依然没能夺回自己的钱。老韩在酒馆买醉，小婷也找到这里，他埋怨老韩为什么又去打架，为什么没有如约带着钱出现，为什么明明已经说好不再和那些人见面，却又反悔。老韩喝着酒并不回话，他搞砸了一切，也对着爱人说出了让自己后悔一生的话。是还要继续什么啊？难道要结婚啊？脑子坏了？小婷的一巴掌打碎了他以为的爱情和未来。老韩把怒气发在一群小伙子身上，他把人打成重伤，自己也因为斗殴被判入狱3年。2年后，因为人道主义被提前释放，因为他只剩下最后3个月的时间。老韩找到曾经的老板，跪在地上求他看在自己是将死之人的份上，把钱还给自己。拿到钱后，他找到小婷，把2年前没能给他的钱放在他手里。可小婷并不领情，老韩不顾他的挣扎，紧紧抱住小婷，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。在小婷父亲的忌日上，老韩向他告别，自己会离开这个城市，从他的世界里消失。最后一次帮父亲按摩后，坐上前往外地的班车，却意外在路口看见了相亲的小婷。对方戴着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和自己这个街头混混不是一类人。老韩满意的笑了，却在转身的时候再次倒地不起，口鼻流血。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医院，落款处签着小婷的名字。他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。2人在酒馆门口哭得泣不成声。在爱人的陪伴下，老韩来到医院开始接受治疗。精壮的身体变得瘦骨如柴，小婷像当初照顾父亲一样照顾老韩，可他也像父亲一样，在一个晚上睡着，再也没能醒来。父亲把老韩带给他，可如今老韩也离他而去。他在老韩耳边说了最后一次“我爱你”。小婷再次穿上丧服，只是他的身边再也没有老韩的身影。